Hello，大家好，很高兴又见面了。最近呢，我看到 YouTube 推送了我一个视频，叫 Learn French While You Sleep。如果用中文翻译的话呢，你可以说一边睡觉一边学习法语。我查了一下，在 YouTube 上面这类视频还挺多的，时长呢一般是在1个小时到9个小时不等。观看量非常的高，好多视频都有100万的观看量。睡觉就可以学习法语，记住法语单词，听起来是不是很有诱惑力呢？就好像你不用努力就可以掌握一门语言似的。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试过这样的方法？我试了1个晚上，反正我睡着了，什么都没有听见。我个人觉得，除非你有非常高的语言天赋，不然学习语言就是要花时间、花精力的。今天呢，我就想跟大家分享几个提高中文词汇量的小技巧。老样子，你可以打开中文或者英文字幕，帮助理解我说的内容。在视频的最后，我也会跟大家一起复习在今天的视频当中出现的有用词汇。今天这些技巧呢，我也会整理成文本放在我的 Patreon 上面，你们可以下载下来看一下。第一个技巧就是大量阅读。通过大量阅读来积累词汇量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方法。但是我也知道你们可能并不知道应该怎么选择中文书籍。你们在中国呢，我们有4大名著，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和三国演义。但是这几本书对你们来说都太难了。比如说红楼梦，我自己都觉得难，因为它有大量的诗词。说来惭愧，我都没有完整的读完过《红楼梦》这本书。如果你们的汉字基础一般，我会建议你们先从绘本开始。绘本当中的绘就是绘画的意思，顾名思义，绘本就是整本书都是图片，但是呢，每张图片会配有一小段文字，一般呢也不会太难。那比如说你可以看一下吉米的漫画，吉米呢是台湾的绘本作家。他的漫画呢，我觉得并不是给孩子看的，而是给成人看的。我自己呢就非常喜欢吉米的漫画，我觉得他的画和他的文字都非常都有治愈的能力。我在 Patreon 上呢放了一本他的书，叫我不是完美的小孩。那这本书呢是写给放弃追求完美的小孩和大人的。那你们可以先去看一下，喜不喜欢。如果你觉得自己的汉字基础还挺好的，就是认识的汉字还挺多的，那你就可以尝试易书的书。易书呢是香港作家，但是他后来移民了加拿大。易书写过很多爱情小说，都不长，而且呢，我觉得也不算太难，就是他的文字呢都是比较简单的，然后我相信你们是完全可以去尝试的。我在 Patreon 上面呢也放了一本易书的书，叫《玫瑰的故事》。这本书呢最近被改编成电视剧，是刘亦菲主演的。当然我在 Patreon 上面放的所有的书籍呢都是用来学习语言的。那如果你们喜欢他们的书的话，建议你们去买正版的。在Amazon 上面买书的时候呢，要注意是简体的是简体汉字还是繁体字，因为呢台湾和香港都是用繁体字的。那如果你们学习的是简体字，就需要找到简体字版本的。我把这2本书的链接呢都放在 description 里面，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可以下载下来看一下。
还有一个免费的阅读渠道呢，叫 China Daily， 它呢是一份报纸，现在你也可以在网络上找到它的电子版。那它的网站呢，名字叫中国日报中文网。我也把这个网站的链接放在 description 里面。那在这份报纸呢，它其实涵盖了时事、生活、旅游等等。那在它的这个报纸里面呢，还有一个叫双语频道。那它这个双语频道呢，其实是给学习英文的人准备的。但是有什么关系呢？你们可以用来学习中文啊，你们可以看它的中文，然后下面还有英语翻译，是不是听起来很棒呢？还有呢，你可以在手机上下载 iDaily。它里面的新闻呢都是非常短的，然后配有图片，但是我个人觉得稍微有一点点难，不过你们也可以去试一下。第二个增加词汇量的方法呢，就是大量的听，去看YouTube 的中文视频，听中文播客。那之前我已经分享过了，在 YouTube 上面有很多学习中文的频道，那我建议大家选择全中文频道，就是全部说中文的频道。那像你们已经有一定的中文基础了，或者已经达到了中级水平，那你完全可以选择用中文来解释中文的学习频道。我觉得用中文来解释中文，学习起来更有效率。我自己在学习法语的时候，就一定不会选择用中文或者英文来解释法语的频道。那刚开始学习的时候，我的法语还非常的烂，我找到了一个频道叫 Learn French with Pierre。这个老师即使是非常简单的语法，都是用法语来解释的。那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很难，我需要打开字幕，有的时候呢，我需要听好几遍才可以完全明白，或者是读字幕好几遍才可以完全的明白。但是渐渐的，你就会，我就发现，听他的解释就变得毫不费力了。在看他视频的过程当中，我既学习了法语语法和词汇，又练习了听力，一举两得。看过我这个视频的朋友一定知道一举两得的意思。第三个提高词汇量的方法呢，就是记录并且复习你学习到的词汇。这一步真的非常重要。有很多学习中文的朋友，他读了中文报纸，听了中文播客，看了很多中国电影，但是词汇量却没有提高。其实我自己也有一样的问题。那其中有一个很关键的呢，就是千万不要偷懒，跳过那些你不认识的词汇。我知道，其实有的时候跳过那些你不认识的词汇呢，并不会影响你去理解一篇文章，或者是看懂一部中国电影。但是呢，把这些不认识的词语记录下来，并且经常去复习它们，才是提高词汇量的关键。我建议呢，你可以准备一本小的笔记本来记录你碰到的陌生的词汇。那最好的方法呢，其实是记录句子，而不仅仅是词汇。因为通过句子，你可以知道我们如何来使用这个词汇，而且通过句子呢，可以帮助你更快的记忆词汇。这样慢慢的你就会拥有一本自己的中文词汇本。但是你知道吗？如果你不再去复习这些词汇的话，你平均只可以记住20%到25%的词汇。那不过好消息是，如果你在1个小时以后去复习一下，1天后去复习一下，几天后再去复习一下，你就可以确保这些生词能够100%的进入你的长期记忆。是不是很好呢？
所以呢，你就需要每天花上5分钟到15分钟的时间来复习这些生词，重新去翻一翻你的生词本。你复习的越多，记住的生词也就越多。第4个小技巧呢，就是先记忆高频词汇。高频词汇的意思就是高频率使用的词汇，也就是说中国人会经常使用的词汇。那我觉得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如果你精力足够，当然是记住越多的词汇越好。不过如果你的学习时间是有限的，那就请先记住高频率使用的词汇，这是非常有效的。比如我们经常使用的动词，经常使用的词语搭配，经常使用的句型。如果你想要记住蔬菜名词，那你可以选择你喜欢吃的蔬菜开始，或者你会经常买的蔬菜来记忆。那些你不喜欢或者不经常吃的蔬菜，你可以放到以后慢慢的去记忆。这样做的好处是，你学习到的词语搭配或者是蔬菜名词，你可能会马上就运用到你的生活当中，并且会经常使用它们。这样呢，不仅可以巩固你的记忆，而且你会发现你的口语也跟着一起提高了。在我的视频当中呢，我都会给大家一个词汇列表。我挑选的词汇呢，都是中国人使用频率非常高的词汇，而且呢，我也会给大家一些例句，告诉大家应该如何正确和自然地使用这些词汇。那在每一期视频的 description 里面，你都可以找到这份词汇列表的链接，你可以下载下来去学习。当然了，在我的早期视频里面没有词汇列表，因为当时我还没有想到这个好方法。我还有一个 playlist 叫 HSK4 的词汇，那在这个 playlist 里面呢，我会给大家总结 HSK4 这本书每一课当中的一些高频率使用的词汇，或者是一些容易混淆的词汇。我所有的解释呢，都是用中文来解释的，而且呢，我也会给大家例句来帮助大家理解这些词汇。我所有 HSK4 词汇的视频呢，都是有进度条的，也就是说，你可以选择你想要学习的词汇来看。那些你已经掌握的词汇呢，你就可以跳过。这样的话呢，就不用浪费太多的时间。第5个也是最后一个提高你词汇量的方法，就是练习、练习再练习。那最好的一个记忆词汇的方法呢，就是经常的使用它们。你学习到一个新的词汇，就要想办法把它用到你的生活当中。如果你有中国朋友的话呢，你可以跟他讨论这个新的词汇，问问他是怎么使用这个词汇的。这个方法呢，可以帮助你更好的记忆这个词汇。如果你没有中国朋友，也不住在中国，平时呢又没有什么机会说中文的话，这种情况下你只能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了。怎么说呢？就比如我自己在学习法语的时候呢，我就会想象一个场景，比如说我去到法国，在路上碰到一个法国人，跟他聊起法国的美食。这其实呢都是在自言自语，然后呢把学习到的新的词汇用到里面。这样的方法呢，其实对你提高口语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好了，这就是5个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提高中文词汇的小技巧，或者说小方法，你们觉得有没有用呢？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在今天的视频当中出现的一些有用词汇吧。
不等，有差异，不相同，一般放在数字或者名词的后面，例如数量不等，大小不等。我制作的视频一般在10分钟到30分钟不等。这个学校提供的奖学金从$1000到$5000不等。这次挑选的演员年龄从20岁到50岁不等。反正表示在任何情况下结果都一样，不管情况怎么变化，结果不变。不管我爸妈答不答应，反正我要去美国学习。无论便宜还是贵，反正我都不会买。不管下不下雨，反正我都得去上班。第二个表示强调理由充分。反正他不知道，你就多拿1个苹果吧。你反正要买房子，就早点买吧。反正都是我的错，那还有什么好说的？除非，不然。除非后面跟一个条件。这个句型强调，如果没有这个条件，就不会产生或者取得某种结果。除非你有很高的语言天赋，不然学习语言就是要花时间、花精力的。除非你先把作业做完，不然你不能玩电脑游戏。除非你每天花1小时学习汉语，不然 HSK5 的考试你肯定不能通过。除非他生病，不然他不会不来学校的。除非他道歉，否则我不会原谅他的。除非发生紧急情况，不然我是不会用这笔钱的。惭愧，因为自己的错误或对不起别人而内心不安。说来惭愧，我从来没有完整的看完《红楼梦》这部经典的小说。他为自己的小心眼感到惭愧。我的工作没做好，我觉得很惭愧。我觉得很惭愧，因为我对他撒了谎。治愈，可以做动词，也可以做名词，表示经过治疗，疾病痊愈。现在我们也经常用它当形容词，我们说很治愈，意思是温暖人心的，悲伤时看可以得到安慰的。吉米的漫画很治愈。这首歌有治愈的能力。这种药对胃病的治愈很有效。没有不可治愈的伤痛，把一切交给时间。有什么办法可以治愈头痛？毫不费力，表示一点儿不花费力气，形容很容易，很轻松。全红婵毫不费力地拿下了跳水金牌。我毫不费力地通过了法语 B2 的考试。
你只有非常努力，才能看起来毫不费力。偷懒，逃避应该做的事，不肯努力。他每天认认真真地学习汉语，从来不偷懒。他不是个好员工，上班经常偷懒。不要偷懒，跳过你不认识的词汇，把它们记录在本子上。那些爱偷懒的人，最后都怎么样了呢？好了，这就是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的所有内容了。非常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